将保鲜膜包在水龙头上，每个月省下许多水费，确实太厉害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在生活家居中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窍门的，假如大家能够多掌握一些生活家居的窍门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有挺大协助的。比方说，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会感慨自身家中的水费很贵，实际上来教大家一个方式，将保鲜膜包在水龙头上，能够节约一些水费。在水龙头上贴一层保鲜膜，一个月能省不少钱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要怎么样才能够省水费呢？简单的一招，不影响正常使用，还能节省用水。来看一下是怎么操作的呢？首先找一张干净的保鲜膜，用这个干净的保鲜膜包住水龙头的出口，用胶带把保鲜膜固定住，注意要选择防水性好的胶带，不然容易脱落。然后用尖锐物在保鲜膜上戳几个洞洞，既保证能够正常出水，又能将出水量变小。打开水龙头，流出的水就变成了水柱状，流出的水变少了，自然就省水费了。保鲜膜第二个方法，我们取一个保鲜袋，将它的底部剪掉，然后我们找到卫生间排水管，把它取出来，接着再把刚才剪好的保鲜袋塞进下水道中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要留出一小节在外面。塞好以后，我们再把这一小节翻过来，用皮筋或者胶带固定。最后，我们再把排水管塞进小水道中。那这样一个防下水道反胃的小装置就做好了。原理也非常简单，我们把水龙头当作下水道，用保鲜袋将它包裹起来。我们打开水龙头，您看，水流撑开了保鲜袋，一点也不会影响排水效果。现在我们再关闭水龙头，您瞧，保鲜袋现在已经收缩在一起了，这样就能有效地阻止异味和小飞虫的产生。搬家的时候用，每次搬家，家里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，而且还有不少东西损坏了。现在我发现了，搬家的时候用保鲜膜刚刚好，可以收纳家里的杂物，操作起来也很方便。家里的一些架子上面，直接在架子外面包裹一层保鲜膜，多缠绕几圈，就可以把架子上面的污垢很好的保护起来。搬家的时候，直接把用保鲜膜包好之后运输即可。我们一般都是用保鲜膜来给食物进行保鲜，只需要轻轻拉扯一下，就可以将食物包裹好，避免食物交叉感染，滋生细菌。家里的剩菜、剩饭还有水果，基本都可以用保鲜膜来包裹、储存，以至于延长食物的保质期。但是我们经常能听到，保鲜膜里面有塑化剂，加热后，这些成分可能会进入食物中，从而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。防止鞋子变脏。相信大部分人家里都有那种很久不穿的鞋子，像这种鞋子基本都会被放在鞋柜里面。可要是家里的鞋柜空间有限，无法放进去的话，有些人就会将其随意丢在家中的各个角落，比如沙发旁边、床底下等。这样的摆放只会使家里看起来凌乱不堪，还会使鞋子沾染灰尘。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平时不穿的鞋用保鲜膜给包裹起来，放到箱子里或者是柜子里，不仅能有效保护鞋子，还可以延长鞋子的使用寿命。用来擦拭锅具。在刷碗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人都会使用到钢丝球，毕竟钢丝球摩擦性比较好，可以把锅碗瓢盆上的顽固污渍去除掉。但在刷锅污染当中，并非所有的锅具都适合使用钢丝球，尤其是不粘锅更需要注意。因为在这种锅的表面有一层不粘层，如果经常使用钢丝球进行清洗的话，很容易把外面的不粘层给刷掉。
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将保鲜膜团成团，然后用来清洗餐具，既可以达到去除油污的效果，还不用担心划伤餐具。保鲜膜有哪些种类及特点？存在着什么安全风险？又如何选购呢？分类及特点。保鲜膜按材质可分为3大类，第一种是聚乙烯，简称 PE， 第二种是聚氯乙烯，简称 PVC， 第三种是聚偏二氯乙烯，简称 PVDC。PVDC 保鲜膜都有适度的透氧性和透湿度，调节被保鲜品周围的氧气含量和水分含量，阻隔空气中的灰尘，从而延长食品的保鲜期。优质的保鲜膜接近透明且没有褶皱、厚度不均等情况出现，容易被拉出和剪开，能抵受住一定的拉扯力。PE 保鲜膜以聚乙烯树脂为原料制成，具有保鲜、自粘性，适用于包装各种肉类、新鲜果蔬、休闲食品、油脂食品等，包括在超市采购的半成品、熟食和冷冻食品等。PVC 保鲜膜通常由于加工需要，会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一定比例的增塑剂，也就是常说的塑化剂。增塑剂不溶于冷水，但在60摄氏度以上，或是在油脂中就会迁移出来。而且 PVC 保鲜膜耐油耐温性差，不能直接包装肉食、熟食及油脂食品，且不得用微波加热，不得在高温下使用。如何辨别你家的保鲜膜有没有毒？不过，大家在看了上述内容之后，也不用太过惊慌。这是因为正规的保鲜膜是不会出现致癌的风险的，只有买的是不合格的次品，才可能会出现杀精致癌的风险。那么，如何辨别自家买的保鲜膜到底合不合格呢？首先是在购买选择产品的环节上，前面讲到了，市面上的保鲜膜通常分成3类，分别是 PE 聚乙烯保鲜膜、PVC 聚氯乙烯保鲜膜以及 PVDC 聚偏二氯乙烯保鲜膜。其中，像 PE 和 PVDC 这2种材质制成的保鲜膜，通常对于人体而言都是比较健康的，可以放心使用。而像由 PVC 聚氯乙烯制成的保鲜膜，里面含有致癌物质，在遇到高温、油脂的环境中，里面的有害物质会析出，对人体的伤害较大。因此，在购买的时候，大家只要记住别买聚氯乙烯制成的保鲜膜，只要看到保鲜膜的封皮上写着 PVC 3个英文字母，那就立马放下买别的。在家闲来无事的朋友们，也可以跟着一起做一下，检测一下家里的保鲜膜是不是有毒的。首先就是用密度法来测试，将保鲜膜给放在水里，并且给往下按，直至按到水底，然后等一会。如果保鲜膜浮出水面了，那么恭喜你买到的就是安全合格的保鲜膜，假如没有浮上来，那就赶紧丢了吧。以上就是关于保鲜膜的相关知识了和生活小技巧了。在选择保鲜膜时，重要的是要注意材料的类型和安全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精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